要逼自己。你看，你现在来怪朕，讲到天地会，哎，你醒醒啊！不可以率性啊！我讀咗你嘅星蟲巴了，可以咁樣同我講？你係咪要我燒呢啲嘢俾你食啊？我說不准門飛了，不飛。我身邊有臥底，心狠手辣。記得上一次我揾咗24年中狀元。哎，你醒醒啊！不可以率性啊！红白卡规则，本阶段采用以考代练的形式，7组议员挑战还原经典 IP， 逐一进行舞台影视化汇报演出。我们沿用无线训练班曾有的传统，以红白卡来评定演员的表现。由演员工会合议发出4张红卡、7张白卡。红卡为优秀卡，代表超越自我；白卡为潜力卡，代表还有无限可能。现在开始剧目的展示。本次翻拍的作品《金枝欲孽》，它是港剧的纲鼎之作，集结了当时强大的演员阵容，刻画了生动的女性群像。一经播出后，风靡全亚洲，是一部难得的经典剧目。本次参与表演的演员是邓萃雯、张可颐、韩雪。可人姐好，嗨，可人姐，她在教我说广东话，好难，很难啊，是啊，是很难的。就是普通话演广东话演啊，到底？当然是广东话了。我们拍2個版本好玩啊！啊，然后我走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覺得挺好玩的呀。其他组都说的是普通话，你辛苦一点了，因为我希望能用广东话来演。明白。我觉得难的是，比如说我是永寿宫的嘛，所有的剧本都是拍之前的那个晚上才给的，所以呢，我一拿可能就拿几10页。因为永寿宫都是我的地方，但集中在這個景，這7天都是拍他。对，而且既然来参拜我，都是我在说话的嘛，啊，不停说话，一直在说，主场说。那我更惨的就是，他们都可以低头想，休息一下，开个冷，还可以想，下一句是什么，再想一想。但我呢，永远都是这样，係啊，娘娘，做宮裏面嘅女人，盛衰榮枯都係要睇得唔得到皇上嘅恩寵。但係我有咁多妃嬪，試問有幾多個真係可以獨承恩？所以做你嘅宮女就好。係啊，娘娘。個人表演每一場戲都是一丁點想的機會都不給我，就一直這樣。而且那個台詞還是古裝，再加上一聲廣東話連在一起，所以他的劇本到我手的時候，半夜我還要改。把他的背好还要改成我能说出来的，第3天我就哭了，我真的拍到崩溃，哭出来之后呢，才是编剧第一次相信我真的不行。平时太强了，他觉得你能应付。没有，我没有请强，我一直都告诉他，剧本那么实我是做不了的，他们只是逼迫你，对，所有人不行你都行。这个才是最痛苦。终于，他知道我是个女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女演员，一点不厉害。对，我不是 super woman。他终于知道了，他就第4天给我休息一下，不怕永寿宫。可以休息整天。所以我还是很感谢这个戏给我们的那个训练，还这个作品还给我们带来一个永远观众不会忘记经典。所以我劝他一定要来的原因就是这个，我们为了这个作品，我们应该要来的。对，真的。我们要不要先对一下？我們試試吧。對，先對一下，是沒時間啦。擺咗返去，但皇上可以傳召。但皇上好似未傳召過你喎，沒有講可有的，沒有可有的。歡迎上娘娘請安。讓娘萬福根安，萬福根安。你驚我奪咗你個聖寵？奪咗你嘅聖寵啫嘛？真嗎？你知道演這種戲的時候，演員之間就是其實他是在鬥的是一個氣場，你那個氣場是不能輸的。一旦你腦子裡對方發現你在閃躲，或者你自己的腦子裡一旦出現我在想詞兒，
你整个就泄氣兒了。這個是我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但係皇上，我要宣召，本宮根本冇放過任何人喺眼內。驚我奪咗你嘅聖寵，不夠標，再標一點。而且就很趕，我們就在排練廳對了2遍詞兒，就去現場排練了，壓力非常大。我們首先不考慮你們什麼景，好吧？我們首先考慮把戲排完，好嗎？好的。但從未聽聞娘娘宣召侍寢，早已經將娘娘圖牌擺咗翻去。你不能那麼冷靜。我一會兒自己感受一下哪句話能起來，哪個會舒服。雖以哀詞。我們再重來那個。各單位準備，預備，3、2、1 ，Action！ 妹妹有話不妨直說，或者本宮可以幫你一把呢？秀女玉莹本是如妃在后宫扶持的对象，却遭人陷害，被如妃当作皇后同党，失去如妃信任。我冇病，你先至有病啊！被禁足宫中的玉莹不甘坐以待毙，伺机逃出，欲向如妃表忠心。內務府都係有心啦，孔共咧就訓出呢一支體面嘅繡額，即刻攞嚟俾娘娘欣賞啊！聽聞啊，皇后嗰度都冇啊，仲係娘娘你得人心。上次皇上派人嚟永壽宮打探情況係幾時？上個月差人送嚟一批詩卷，前幾日養心殿又送嚟一批貢梨。派人通知外務府，話本宮生完小格格，坐鬱期滿，叫佢哋將本宮嘅6頭牌同時送去養心殿。係娘娘。多迎上娘娘請安，娘娘萬福吉安。你明知自己有病在身，點解唔留喺延禧宮啊？點啊？病體為癒就咁急去儲壽宮侍奉皇后咩？娘娘，幼人根本就冇病，請娘娘明察。幼人心裏只有娘娘，點會侍奉他人呢？每逢天光漸沉嘅時候，本宮個心就唔係好安樂，唔知係點解呢？人生難測，上一刻都好可能係阿諛奉承嘅嘴，下一刻就已經唔知係咪背裏插心嘅刀。求娘娘相信我啊！相信你？當初就係因為我相信你，所以處處為你籌謀。我為你鋪嘅青雲路你唔守，你係都要自掘墳墓。你真係以為背裏所做嘅好事，本宮咩都唔知道？娘娘於我啊，幼人從入宮至今，處處被人欺負。如果唔係娘娘體恤，早已經唔知死咗幾位啦。娘娘，幼人心裏只有娘娘，絕對唔係皇后娘娘安插嘅人。娘娘，如果我有半句謊言，必遭天誅。真係？娘娘，你係人中之鳳，幼人只不過係隻缺了白鳥朝鳳，都要着在娘娘左右噶。本宮想話俾你知，只要意志堅定，先至可以喺呢個宮裏邊活得長久。玉瑩，其實你係真病定係裝病，本宮根本就唔在乎。不過喺6宮裏邊，本宮最討厭嘅
就係妄圖同我爭奪皇上寵愛嘅女人。你剛剛同我講，你一心向住我，別無他想。咁你呢一副面容都唔使留低啊！同我畫花佢。娘娘要過月影，機會我已經俾咗你，你自己睇下識唔識得把握啦。奴婢安善，向如妃娘娘請安。玉瑩小主佢身患頑疾，如果有咩衝撞到如妃娘娘嘅，實屬無心啊！你仲唔同如妃娘娘認錯？姑娘你要未？安善，你既然咁識得維護你嘅主子，咁不如就由你替佢畫啦。奴婢唔敢。你喺家鄉嘅奶奶，好似已經年事已高啦。如果本宮冇記錯，出年都係你出宮嘅年紀。你話如果子欲養而親不在，都的確係人生嘅一大憾事。應該點做？唔需要本宮教你啦。如妃，你真以為你可以一手遮天啊？你只不過係擔心啫，雖然我係遲，妒忌我年輕美貌，叫我奪咗你嘅聖寵罷了。你真係以為靠你呢少少嘅知識就可以咁樣同我講嘢啊？聽聞娘娘個落套牌早已經重新擺上，但從未聽聞娘娘被宣召侍寢喎。娘娘息怒。喺呢個宮裏邊，從來就只有我同皇后喺度鬥，從來本宮都冇放過任何人喺眼裏邊。就算你要同我鬥，都要睇下你自己有啲乜嘢份量。講到隻手遮天，只要我能夠遮到你嘅頭頂，要你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就已經足夠啦。娘娘，小家咁唔肯食嘢啊！就算今日嘅花係有幾咁漂亮，都會有花殘衰退嘅一日。你真係以為可以正茂風華一世？唔使你擺好心，你都睇到啦，仲跟住做咩啫？睇住我咩？呢只不過係個小小嘅答應嚟咋。你剛才咁樣衝撞如妃，你知唔知道有幾危險啊？如妃就可以永遠風華前無咩？皇上幾耐未去過佢宮裏啊？佢已經唔係之前嗰個如日中天嘅如妃，所以佢先至記得我啲心人。你聽好啊！如果你要贏更多，唔該你先學識點樣唔會輸。我話你身患頑疾，
其實係想幫你喺宮裏邊呢個戰場上邊脱險咋。如妃娘娘而今已經唔再相信你，你做乜嘢都係枉然嘅。與其係咁嘅話，你做咩繼續喺度搶喺度爭啫？我唔爭唔搶，我只要游刃如玉。如果你真想幫我，你就應該解釋清楚，我根本就冇被，更加冇背叛如妃。我唔幫你，我用得着要冒險得罪如妃嚟幫你解圍咩？你唔想幫咪走啦，我乜求你？你估我想留喺呢度㗎？我只係唔想應承咗你額娘嘅嘢，我做唔到。你係咩意思啊？你額娘好耐冇收到你嘅消息，佢自己一人嚟到宮裏邊，又入唔到嚟，喺寒風裏面等咗好多個時辰啦。如果唔係我啱啱經過，佢仲喺度等緊你啊！佢叫我交呢個點心盒俾你。如果你有咩三長兩短，你係咪要我燒呢啲嘢俾你食啊？我額娘，佢仲好嗎？秋霜點鬢，精神尚可。其實眾所皆知，你父親其實係廣湖總督嚟嘅。咁點解你額娘入了求救無門嘅咧？我額娘只不過係眾多妻妾中嘅一個。我細嘅時候，其他姊妹都會點心食，我同我娘唔受寵，冇得食。我娘食我，佢就買材料自己做。係，我係一個唔受寵嘅疏女。但總有一日，我一定會出人頭地，讓我兩個上好日子。嗰啲睇唔起我哋嘅人，恨我哋嘅人，悔不當初。其實榮華富貴真係咁重要咩？唔知有幾多人以為喺紫禁城呢度巍峨個紅牆之下，我哋嘅生活係幾咁逍遙自在。但係想跳出呢埲牆嘅人多的是啊！你睇下歷代所有失敗嘅妃嬪，佢哋冇一個有好下場噶。我就算俾你贏，你每日都係喺啲你虞我詐生活裏邊，呢啲叫真快樂咩？呢條路係我自己選噶，無論係跪定係爬，我都要走落去。
标嘛，是吧？其实那个衣服一穿上，那个妆一化上，如妃的感觉就来了。其实音乐一来的时候，就把我带回那个状态，这个京剧欲孽当年的那个氛围里面，这个戏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服装其实一穿，上身了，就上身了。對，呢個後宮從來就只有你同我兩個喺度鬥。其实我的感受跟秀恩姐都是一样的，因为已经是18年前的事情。对，不可思议嘛！18年后竟然有个机会再演多一次，我觉得好好玩，非常难忘。对，压力特别大。两位老师是很代表 TVB 当年那个精髓的，我给他们就不添乱，就希望大家看到一个真正的 TVB 的剧，就是他们的那种专业，会把我很快的就拉到那个状态里面。只是这部电视剧在当时在香港是很火的啊，有3个视后，2个师弟是吗？其实韩雪真的演得很好。哎，说实在，我很少害怕演员的，他有一点让我害怕的，可是也喜欢跟他对，因为对了一个强手，才会有再突破自己那个感觉。粤语是很难学，8个音啊，对，所以我佩服你。整个片段下来，我真的是觉得无懈可击，非常棒，3个都是我超爱的。谢谢。韩雪可以进去 TVB 演戏了。我努力。我觉得难度很高，我觉得是非常厉害。我想问问各位，因为我本身也是演员出身的嘛。现在在网上很多人老在也说，哎呀，这个演员什么年纪大了，老了之后怎么样。男演员其实也遇到这个问题的，我们会可能比较容易面对。女孩，而且是就是从少女，你演到22、23岁就一些爱情片，对不对？你到30岁的时候就已经不能演前面的一些戏了。可能很多女演员让她去演妈妈的时候，她就有一个关口，有一个卡，她过不了。我真的想问一问女演员对这方面的看法。韩雪不说你啊。我之前一直在强调，其实每个女孩都会有尴尬期。尤其是我那么早，我16岁的拍戏，我20岁就拿奖，红遍整个香港东南亚。然后有个朋友真的很好，他告诉我：“恭喜你，你会老。”他说：“人如果有机会老，是你的福气。我家里就有人，他没机会老。有机会老，你要去欣赏，你就要去感恩。我现在常常都告诉人家，我62，我今天还这样，我还挺健康，我还比你们的斗志更大。其实年龄嘛，就是一个号码嘛，所以有时候冲过了这个障碍，其实很多事情都能过去。不过我还会去制造机会给自己。我听说有一个好的剧本，我自己去敲门拿那个大纲回来看。研究完之后，我真的去安排一个偶遇的机会，我就把它抓回来。我试过很多遍，所以机会还是自己手里面的。我一开始拍戏的时候，第一个戏就是女一，很幸运。但是其实我演了几年戏，开始我有点觉得我不想再演那些傻白甜了，有点不满足，所以我反而是跟小红姐有点像，我就去装扮自己成熟一点。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孩，21岁还不到，我就去烫一个很成熟的头，穿套装。但是当时我并没有那个阅历。那后来呢，我觉得演员其实就是演人的人生。我唯一怕的不是怕很快要演老，我只是怕我演不到。尤其是现在我能见到小红姐，什么戏都可以演，还是女一，我觉得她是一个标杆，让我觉得哇，真的不怕，有她在前面。我常常都听到啊，很多观众说他们不想我们老，他看到我们老就好像记忆住他都老了。我们其实一点不害怕，真的有一种为女生而骄傲的那种感受。特别开心，我觉得有你在，
我们一站过去200多岁。对的。凯琪，41，怕不怕？站过来。对，来。我常常都觉得，其实外界的声音并不重要，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想，会影响到别人来说我的时候，我反过来告诉他，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在意。对，其实真的，我觉得人生最重要还是心里面强大。我心里面强大，我觉得任何人都击倒不了我。我们真的是凭着我们的努力、实力。来一直从年轻的时候走到今天，走到中年，其实有什么角色我们都能演。那希望这个强大的心理状态也可以鼓励看我们戏长大的人跟我们一样。金枝玉孽的2位原剧老师们演的真的是特别的好，但是前面那个没有看到你们的对手戏，可以再重现一下吗？为替祖母报仇，安茜欲向皇后行凶却失败。她心怀不忿之下，来到钦安殿质问苍天天理何在。正巧遇到失势的如妃来殿中抄写经文。人哋話老天爺有眼，仲話咩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係點解我所見到嘅一切，全部都係賞不當功，刑不當罪啊！我奶奶只不過係一個好無辜嘅人，就係因為皇后一個人嘅私心，不明不白，咁樣被送走咗性命。如果你係咁冇眼無珠嘅，我哋做乜要拜你啊？你似乎真係好想離開呢度啊！其實我唔係唔想離開呢度，只不過我已經再冇地方可以去。人喺無論任何境況，都會有眼前所求。就好似落魄如我，都會希望個天唔好咁凍，啲墨唔好凝結得咁快。等我抄經嘅時候，可以抄得順利啲、暢順啲。哼！堂堂一個如妃娘娘。認命啊！隨便你點樣。乜你甘心情願俾皇后就咁鬥垮？甘心情願、俯首稱臣呢啲説話，從來都唔係嚟形容我柳姑落如月。做咩你唔報復啊？點解唔對付皇后，攞佢個命啊？乜原來你都咁憎佢啊？我都好想講個道理俾你知，皇后嘅命並唔係你同我可以有資格去奪取。當今世上，只有皇上先有呢個資格。你要讓皇上以你嘅喜愛為喜愛，要讓皇上以你嘅厭惡為厭惡，咁樣。皇后就一定會比死更。如妃娘娘同安善到咗呢個時候，仲有咁悠閒情逸致，臣妾真係深感佩服。但要同太后鬥，睇嚟只有死路一條。哇！當佘诗曼老師從後面走上來的時候，哇，雞皮疙瘩都起來了，感覺小時候看的所有的畫面突然衝到面前，覺得好震撼啊！
喺後度，點可以少咗你啊？點解你會喺度㗎？我嚟探班啊嘛。太好啦！太好啦！太好啦！我哋終於咁多年之後，18年後，竟然喺呢度重逢，冇重逢啦！其實真的很驚喜，有一種萬般滋味在心頭。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因為我們這個是已經18年了，好像拍完之後沒有試過3個人碰頭。我現在看見他們的時候，都覺得我們都成熟了。好久沒見。對呀，很多回憶都回來了。對，真的是18年前哎，尤其這個音樂一出來，對，我雞皮疙瘩起來了，真的是會這樣。但是我的感覺是我們3個人都在京劇裡面，你們都不是好朋友哎，一出來我就覺得開始要鬥了。哎，翠雯姐，你還記得你當年戲裡戲外跟如妃有相似的地方嗎？我覺得我能呈現如妃是這個樣子的話，她肯定裡面跟我有很多像的地方。今天去選我的時候，我就跟她說幹嘛？我怕我演不了，她就叫我用眼睛瞟一下人，你不用看，你就隨便瞟一下、瞄一下就夠了。你知道嗎，如妃？當時你在拍京劇的時候，你戲內戲外都是如妃，都是這個狀態，是吧？都是這個狀態。在那個餐廳吃飯，你都是這樣的，真的。你知道為什麼？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我還沒習慣嘛，人家叫我啊，我說啊一下，那個東西就啪，對，打到臉上。在跟那個前廳，他走路也是。對呀、這樣的，我說哎，如妃來了，如妃來了。你知道這個也是監劇要求的，但是我跟他學的經驗就不同了。有一晚，你整個人崩潰了，你就撲在我的肩膀上。那個時候是剛剛棚裡面在集中拍你的戲，一個人的 solo 的時候。對，其實這是第一次我看到你脆弱的時候。我認識你這麼久，如妃本來就是一個脆弱的女子。對，其實她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種，其實她好可愛。所以我覺得我們慢慢變成那個角色，對，都非常投入那個時候。對對對，我非常的感謝上天，因為在我接這個角色之前，我剛好是經歷過人生最低潮的階段，就好像打進冷宮一樣，打了好多年。但是在那段時間我不容易過，但是我並沒有放棄，而且一直在還債啊。但是我也咬住牙，有很多事情我還是不會做，不願意做。可能就是有一種傲骨的感覺在裡面。我覺得後來演如妃的時候，就有那種精力放在中間，跟如妃一樣是打不死的。無論你給我怎麼樣的困難，我都還是會站在這裡。只有你給我再有機會，我還是會再重來的。我覺得這個點可能就是當個年代的如妃的印證，跟現代鄧萃雯的那種獨立女性的那種個性。我今天演下來，我才發現這個角色並沒有離開我，就是我一穿回這個服裝，好像我們18年前的又重來了。當年佘詩曼老師發的那個運鏡視頻，覺得當時特別酷。然後今天3位老師都在，可以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神級運鏡嗎？就我在後面看他，是不是？我還記得我的樣子好可怕。然後我是蹲低的，先拍你跟他，然後我是在下面，然後 pan 過來的時候我就。我覺得老天爺好像是有一些很特別的安排吧。
当年我们那个京剧业呢，就是非常受欢迎，而且变成今天的经典，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珍贵。我很喜欢金枝玉孽，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努力，很珍惜那个自己的角色，情有独钟。也谢谢有这个机会，我才知道原来如妃一直在我里面。这次由我介绍的经典剧目是中国香港的电视剧《冲上云霄》。它以航空业为题材，被香港观众评为10年里最好看的电视剧，激发了年轻人都想成为机长的梦想。本次参演助演的前辈演员是吴镇宇，接受考验的是刘耀文。哇！真的很装啊，坐吧。好，哇，还好，我们呢？因为我也没这样，应该怎么开始这个？我想你演一个《冲上云霄前传》，唐艺琛他也跨也不多，所以你演也适合在我们设定的《冲上云霄前传》。明白。因为《冲上云霄》还是个励志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同学来演。我来演你爸爸呗，就是这样会又有一些父子的东西，又有一些学员里面的青春的一点的碰撞。对，你真的没演过戏？对，我真的没有演过戏。那你可以做自己啊。我见到很多新的演员。他都是演自己，比他以后的作品都更有新鲜感，更有活力。所以你现在就不要害怕，我们要演什么，你去体验，那个人就是你。好，我们大概行就找同学来对熟一下。一东现在的设定就是我们邻居吗？不是邻居，就是2个人从小是同学。同学，就关系很好，其实对，一起长大，从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如果在年轻人会把它简化成怎么样的？你们可以现在这个来读一遍，来听一下吧。只觉得表演其实很简单的，也别搞得那么复杂，尤其是他们没学过的人。可谁让你救我？你觉得被救的那个人就会很好受吗？看到你一个人在寝室里偷偷哭，我什么滋味？你以为你刚才说自己体检没问题？我觉得你们都要制造一个经历给自己。就用这些方法来演的时候会生活化一点。所以演戏不要盯着剧本不放，那个画面来代替这些好不好？不要盯着这个来演。明白。好不好？明白了吗？明白了。我想教会他们不一样的对于表演的看法，用很浓的手法，我就已经不习惯了。只要你要给足够的时间，让他去知道，去融进表演里面，我们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我今天去体检了，医生说我没问题，很快就能回去训练了。那当然了，
我还能骗你怎么着？走位实在太难看了，怎么办？哎呀，我们永远利用不了这个东西吧？因为你两个人坐在这里，或者是怎么样，你能带着飞机啊，画面会好看一点嘛？你看，就是这个意思，你先拍他们这个意思，好不好？明白了啊、来，好来了，没人能改变我的决定。好，大概位置是这样啊，别放感情，等我们到真的时候才放，我们只记得位置，刚才的位置哈。我们这场戏我就走了。觉得对现在的我像是一个挑战，感觉舞台跟演戏不一样，在舞台上就感觉可以做自己，表演是他需要去演一个人嘛，就感觉有点不自在，压力还蛮大的。我们回来。它有一个是空的，看着这个 ，one two， 噔噔噔噔噔噔，等一下，好，那把音乐配合一下。那如果你刚才不卡，不是要你卡，那你感受了音乐，来，开出租车就开出租车。好，我们重来，来，因为你太早上去了。等一下，我重来。看见他很落寞，摸对了，哎，太厉害了，这个孩子。最后一次摸飞机了吗？对，你做得很好哈，来，慢慢来，别拧那个头，好。就差不多就可以了。我要演戏了，压力很大，然后我就跟我说怎么办？我说有点想打退堂鼓了。来，各单位准备了。刘峰和谢逸东从小一起长大，约定共同追寻飞行员梦想。就在集训考核前夕，两人的成绩却先后遭遇滑铁卢。刘峰父亲来到学院探望儿子，却突然得知刘峰想要放弃考飞的消息。你在这儿啊？冻傻了吧？跟我回去。 3个小时还有5分钟。不是，教官已经回宿舍了，没事儿啊，走吧。又怎么了？脚麻了，扶一下呀。哎，我就你事儿多。哎，你慢点。哎，告诉你个好事儿啊！啊，我今天体检去了，医生说我没问题，很快呢就能恢复训练了。你慢点。啊。 真的？我没骗你，你别这么看着我。你每次撒谎都这样啊？叔叔，又骗我是吧？不是，你爸真来了。叔叔，爸，宝贝，哎呦，在操场啊，你教官跟我说呀，你们快考核了。 哎呦，爸带了好吃的给你。哎呦，不好意思，叔叔啊，你们呐，大家努力，互相鼓励，争取好的成绩，好不好？好。啊。来，喝汤。爸。啊。我想回家。什么？嗯。我适应不了训练。 我不想飞了，我想回家。刘峰，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啊？我真的太累了，我真的不想飞了。哎，儿子啊，你不是小朋友了。 知道吗？你小时候呢，哼，我要你去学钢琴，没2个月你就放弃了，跟着带你去学画画，拿着那个画笔对着那块布又哭了几天，做什么都爱放弃。
哎，郑源有一天呢，你对着天空说：“哦，我要开飞机哦，我要开飞机。”哎，你终于能来开飞机了，读飞行学校了，啊，好不容易的，一起坚持到现在，你又放弃了，你是小朋友吗？你还记得吗？哎，你不是说啊，你以后呢成为一个飞行员啊？我们第一次出国要坐你的飞机嘛，我跟你妈，是不是？你妈不在，但是你爸在呀。哎，你帮我呀。还有，开了一辈子的出租车，你说如果我有个儿子能开飞机、飞行员，我多有面子啊，是不是？啊，乖，别闹了啊！哎，叔叔，你拿什么呀？闻着真香啊！来，那个排骨汤啊！哦，刘峰，过来喝点吧，快！我已经决定好了。决定什么呀？我已经填好退学申请表。不是，你疯了吗？好，再跟我说，你决定什么？说。我说我不准备飞了。好，不飞。把衣服还给人家，跟我回家开出租车。开出租就开出租。刘峰，开出租就开出租，开出租容易吗？天不亮就要起来了，午餐一口热饭都不敢吃。为什么呀？为了挣10块钱给你学那个飞机，学飞行学校啊！叔叔，好，跟我回家。刘峰，你怎么回事儿？哎，叔叔，他不是那个意思。刘峰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刘峰，你不想飞了？你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说行不行？是不是因为我？如果因为我的话，你大可不必。你这么做，能让谁心里好受啊？啊？谁都有资格说这句话，你没有。是你救了我，你从2层平台摔了下去，
本来受伤的应该是我，脑震荡也应该是我。你觉得被救那个人心里很爽是吗？不是刘峰，你在说什么？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看你一个人在寝室里哭，因为脑震荡后遗症没有办法正常训练，谁心里是个滋味？今天，你说你的体检报告是正常的，你说我会信吗？刘峰，我呢，我没那个意思。如果你放弃了，我绝不可能一个人飞。刘峰，高二那年，我爸妈离婚了，可没过多久，我爸告诉我，他要再婚，还跟我说，你搬去外婆家去住，我不管你了。我和他吵了一架。是你爸发现了我，他让我去了你家，给我看了你的那些奖状。你都不知道，他当时都为你骄傲，都为你自豪。刘峰，你知不知道，我真的特别的羡慕你，有这样一个爱你的父亲，他能为了你付出一切。可你呢？刘峰，你别再愣着了，你去啊，快去啊！爸，怎么啦，宝贝？哎呀，不好意思，对不起啊，妈。哦。对朋友有义气是好事，但是。你想一下吧，他受伤了，当不了飞行员，你也为他这样而放弃你的梦想，不是傻吗？那么多年不是白干的吗？啊，宝贝，啊，那把汤喝了，爸走了，爸，啊，哎呀，别这样啊，多尴尬！哎呦，男人嘛，别这样的，回去，好好的当个飞行员啊，好，宝贝啊，爸爱你，走，回去了，回去了，走。我的事儿呢，你不要操心好了。我的身体我清楚，以后肯定是不能再飞了。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去塔台，然后做一名空管。到时候你是飞行员，而我就是你的眼睛。
真的吗？哎呦，真的，我骗你干什么？我问过教练了，他说我没问题，我成绩很好，肯定没有问题。啊，也不知道某人啊，刚才说不飞了，我这个眼睛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喽。敢不敢试试？来。Hong Kong delivery. Good afternoon, Cathay Pacific. 368. Confirm, whiskey 2. For departure, is okay? Confirm directing. Clear for takeoff. Fly safe. 刘峰，请保持目前高度，直飞目的地。感谢我们助演的郭俊辰，也谢谢耀文，谢谢振宇哥。哇塞，太好哭了！我就是很单纯的想到我爸爸，对，很谢谢吴镇宇老师，我等会儿要给我爸爸打个电话。说实在的，我觉得还 OK 的，可是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再磨砺，然后观察多一点世界吧。谢老师。他其实很放松，你看他很松弛去，你没有一点做作都没有。我觉得刚刚就好像看那个青春偶像剧。你是说吴镇宇是吧？没整个戏，吴镇宇就是那个爸爸吧。那我想问他那个保温壶那个摔的那个，是设计的吗？也不是啊，因为其实连台词也没有分，你讲什么我又来，就真的要聆听他的对白才能。所以我觉得这戏挺好的，真的他一个耀文真的有听他说话，对，后面眼泪出来了，他真的是真听真感受到。其实，在那个演之前，吴镇宇老师问了我一些关于我的亲身经历的事情嘛，然后我们就是把之前的那个亲身经历的感受赋予在这个剧本里面。我是觉得各种方法都可以的，有些是观察，有些是刚刚振宇说，就是我也跟一些演员说，尤其年轻的我，每次我很烦，常常说，就是你们老在这个坐车的时候看手机啊，其实就要看那些人嘛。就平时观察这个世界很重要了。小红姐也讲过，不要你站在世界的中间被注目，你要隐形来看这个世界，是演员最享受的一个时光啊。所以你是适合做演艺界的，而且你很上进。以你这种没有经验的演员来说，我是给你过关的。但是我要说一下嘛，我看到你其中有一个画面是要做反应的时候，你没有这经验，没学过，你用嘴，千万不要用嘴演戏，就抿嘴啊，就撇嘴，要眼睛啊。好，希望有机会就跟多一点不同的导演跟演员合作。谢老师。现在该问问我们几位监制老师了，他们手上可是有红白卡的。抱抱人生大戏，高端优萃开启。接下来进入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红白卡时刻。怎么样？我很紧张，怕自己没表现好。我会给白的，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可是说技巧嘛，还真的是没怎么样，所以我今天我没办法给你红卡。谢老师。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那我给红的吧。
特别红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努力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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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多开心啊！谢谢郭振宇老师，谢谢郭振宇老师。我觉得能拿一张白卡都很幸运了，其实。谢谢老师们的鼓励，我会。你这样会导致很多哥哥有压力的。我觉得红卡是一个很想大一点的鼓励，其实你这白与红之间，那没办法，你是中间好。其实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大家最动容的地方是我们的前辈的演员在带着我们的新人往前走。我们看到的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是要通过一代一代的我们影视人付出艰辛的努力，才可以呈现在我们的荧幕上。Hello， 喂，干嘛？哎呀，尔导，就是，请坐。我还把这个退给您。为什么？就还是感谢您的一个鼓励，但是感觉现在自己还没有到拿这个的份儿，就是想说，可以把这个给到更优秀的作品的演员。其实我怎么说呢？就因为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懵的嘛，对不对？那整个过程里面，我也没有发明过任何事情的，都是以前的前辈啊教啊，自己这样学啊，经历很长的时间的嘛。但是基本上我在入这行过程里面，所有人都是鼓励我的啊。就是感觉拿这个压力很大，就怕人家说因为我认识你是吧，14岁认识你，所以给你一个这个啊。主要是自己觉得还需要再努力，因为本来也是刚接触表演嘛，然后就拿了这个红卡，就感觉可能会觉得让人觉得别人觉得不公平。好，尊重你的决定。谢谢导。那你之后我告诉你啊，如果之后没卡，你后面不能选角色啊，或者上不了什么毕业大戏，我不知道啊，你不要怪我啊。我会努力的，我会竭尽自己的所能。对 ，OK， 拿实力。我觉得你 OK 的，好吧？那收回。你不要，我要。OK 啊。这次我为大家介绍的是翻拍的经典港剧《使徒行者》。该剧被封为近年港剧最巅峰之作，播出当日内地网络收视突破了1个亿，总播放量超过24个亿，是当之无愧的线上级爆款。本次参与作演的前辈演员是许绍雄。接受考验的一员是沈月、范世琦。声乐。你这是怎么的？丁姐跟我换了个情侣装。哎呦，哎，丁姐这么巧，丁姐，哎呀，丁姐，我不是故意。丁姐可以，丁姐。是我真不是。没事，我是爆 C。在这个节目里面，你只要跟我合作，我就能把你带成活泼性格。且上台不紧张。我其实平时挺活泼的，但你要台面上也要活泼啊。我上不了台面。哎呀，哥，好，来坐，很高兴啊。哎，那我们就对一片好吧？好，来，我身边有卧底，帮忙。我来辉哥，我跟了你10年，我真不是卧底呀。欢喜哥已经帮忙了。当我接到《使徒行者》这个剧本的时候，挺忐忑的，因为我一直在摸不准那个角色，我就是杂念太多了，想的太多了，太紧张，自己演不好了。喂，怎么了？哪不舒服啊？喂，没事吧？哎，喂，是不是钢脚有问题啊？整段戏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我进洗手间那一刻，发生了很多突发的状况。
门没关，这个门咋关呀？这个门。阿 C， 看他们进不来。重来吧。现在关啊！这个门开的太大，很难关起来，而且我感情一点都出不来。太快了，一切都来得太快。是，那肯定的。好，我踹门了啊，来。哎呦，不好意思，妹妹。哎呦，没躲，是我忘了。没听见台词没关系。没事。哎，对不起。没事。我觉得自己做不到心无杂念，还没有成长到那种地步，就是觉得已经完蛋了，你就不对后面的事情抱有比较大的期待了。各单位请准备。3、2、1，开始。Sorry 哦，我諗你會失望咯。阿丁表面上是黑帮老大欢喜哥的手下，实则是警方派过去的卧底。这一天，他带上装有隐藏摄像头的胸针，特地在酒店走廊等待即将到来的鲍 C， 想加入他与欢喜哥的会面，同时也趁机试探鲍 C 的身份。周 Sir， 你的摄像头胸针我已经给你调试好了，看一下哦。我觉得欢喜哥很有可能会把他的新生意留给鲍 C 来做。鲍 C 为了上位不择手段，所以我真的看不出来，他是我们要找的另一个卧底啊。好，我会小心的，你放心吧。你怎么在这儿？我来吃饭啊，你呢？鬼鬼祟祟的，是来找欢喜哥。我也去。你去什么去啊？关你什么事儿啊？我们是好搭档嘛，你也不带我见识见识。跟你做搭档，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呀！走啊！进来。欢喜哥，欢喜哥，坐吧。哎，怎么了？你阿丁都带来了。我们两个分不开的嘛。真是个好搭档啊！哎，欢喜哥，这是干什么？欢喜哥，最近受的风，我身边有卧底。欢喜哥，我怎么可能是卧底呢？帮忙！我就是过来看热闹的，欢喜哥。是啊，欢喜哥，她一个女孩怎么可能会用枪嘛？是不会用，还是不想用啊？嗯。报告，不要！靠！
吵什么欢喜哥？他不是卧底啊！玩玩游戏而已，你不会怪我吧？当然。来，祝我们以后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具体的事，找机会再谈。我先走了。好。慢走啊！慢走，欢喜哥。谢谢你啊！谢我干嘛？我说了不关你的事。欢喜哥不过是要试探一下我，看看我的忠心跟胆量。不过你刚刚替我接枪那一下，倒还挺像个拆楼喔。你怎么了？没事吧？喂，你怎么了？没事吧？什么？你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刚刚的酒有问题？喂，怎么了？怎么了？哪不舒服？水。是强行症。哎呀！我不敢，我不能打，我不能打，我不能打，我不敢，我不能打，我不能打，我不能。宝穗。宝穗，宝穗，你醒了，你醒了，你醒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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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打了8辈子没啊！你那个针也快过期了，我还没说你呢。我上面已经很久都没联系过了。有醒了以后，
放心。放心。放心。刚刚搞错了走，我把剪头币给你好不好？放心。带他们出来。出来。出来。快。欢喜哥，我们到底做错什么了？去了。如果下辈子给你选，你觉得做警察好玩，还是做小混混好玩？如果给我选，我要做像欢喜哥这样的人。好胆量啊！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做大事的人，新生意就交给你了。我这个人很简单，只要大家乖，就一起享福。谁出卖公司，我就要谁全家富贵。好了，你们走吧，明天见。谢谢欢喜哥。第一。怎么了，欢喜哥？你今天打扮得很漂亮。谢谢。最重要的就是你空间很特别，别千万去掉啊！先走了，欢喜他们两个不错，真的不错，啊。首先就是感觉准备的比较仓促，然后但是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部戏，然后能够见到真正的丁姐还有欢喜哥在身边，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谢谢。我很喜欢爆 C，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紧张了，没有表现得很好。我想问，沈月，你演了几年戏了？今年是第6年。那范徐吉呢？8年。8年戏了。沈月，你有看这类型的节目吗？有。我好奇怪，为什么有时候出来就自己演得不好，就一定要有眼泪的？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您是说我就是结束之后？对，感觉自己演得不好，为什么要那个眼眶里面都有泪？老师，我想解释一下，我可能是接刚刚演完这一场的情绪，然后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
哦，我以为你是觉得哎呀演得不太好什么。哦，不是，因为我看得很烦的，每一次都是。对不起，老师。为什么呢？参加这种节目是一个抗压的，对不对？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的。是。我以导演的角度说啊，我大概评估一下，在整个戏里面你们演的时候，大概30%到35%之间，我见不到你们的表现。但你们已经有这个戏龄，你们怎么会不知道那个机器在哪里呢？你们全一抱的时候，我都看不到那个脸。你是内心在逃避前面的机器还是怎么样？搂在一起的时候，头发，你那个技巧不会知道这个头发盖着自己不拨一拨吗？那个光，你要看到对手的嘛，演戏，你的影子都在对方的脸上，你们不知道的吗？可能就是压力啊！我只提醒你们，还有很多东西你们需要学。说好处吧啊！沈月，你昨天你就说自己是甜妹是吧？对。在外形你其实要有点信心，因为你刚出来的时候我忘了是谁，所以你是一个变另外一个造型，但是你的戏还是不够放啊。范世琦，你是很醒目的一个人，你是有一股那个劲儿，但是也是只此而已。除了刚刚我所说的2位的一些优点，在这个表演上我是不太 OK。谢谢二导。我没什么好说，因为我觉得那个戏演砸了。我看剧本很好看的，应该是，但是我就觉得，哎呀，那也不怪你们2个同学，因为这种戏真的很有深度，很有层次，本身人有沉淀在里头，才会分析怎么去演。以你们现在的程度是不可能演出来的，真的要学我们的戏后。没有了。其实我想说这个范世琦，因为我的工作就是看人的眼神，那么多演员合作过，我看你眼神，我感觉到你的傲气，但他有时候他不是傲气，我在你眼睛里面看到骄。以前我的师傅那个楚原导演劝过我，他说你要演一个剑侠，你要是傲气，我不要骄，骄跟傲是有差别的。可能在跟你在后面合作，你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我到时候再做一个判断。所以我现在摆明的告诉你，我希望打击你一下。好，谢谢二导。其实我真不会觉得很差。昨天我看到沈月的反应的时候，我真的有很大的担忧。只要你真的把这些胆量练好一点，脸皮厚一点，演员不能脸皮薄，脸皮薄啥事情都做不好。你其实外形很好的，你可以变很多型。今天我只见到你的鼻子，哇！我一直在旁边看，我都很紧张。我不赞成在这种戏里面把头发撩，这是太做作了。如果你今天在洗手间的戏稍微给我看到你的样子，我觉得你会更好。所以我希望你以后做所有的事情，像看看现场，你早5分钟到现场左看右看，你就会拿到很多的灵感，就不会躲在那个浴缸底下把自己收起来，只有一个男的在演。你们还没到那个实力去演这一场戏，可是也不能说你们完全不行。我看到是用心的。谢谢谢谢老师。我在看这段戏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回忆。记得那天我们拍这场戏也非常紧张，因为它的层次有很多，然后也有动作的部分，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沈月你的表现其实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没有放开出来演。你看到鲍希快要死了，可能不知道他什么情况的时候，你没有非常紧张。其实我当时演的时候手都在抖的，
整个人都在抖，因为我怕他会死，我晚1秒钟我都怕他会没命了，这样是非常非常紧张，去扎针啊什么的，所以可能要彩排多一些才会好一点。对，我感觉脑子里的杂念就会比较多，很担心呈现不到想要的效果，然后越担心就越做不好。没事没事，这是都是经验来的，我觉得。对。然后范世琦，我就觉得是，其实你的外形是很包 C 的，我一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整体上我觉得是很好的，尤其是后面的部分，你让我觉得很紧张，然后我怕你真的出事了会。但是欢喜哥教你拿枪要杀他的时候，我觉得淡定了一点点。虽然你是警察，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杀过人吧？你不知道他在试你的时候，你要拿那个枪要指着他，可能你的那个矛盾啊，那种复杂的情绪可能多一点，就让我们就会紧张一点，投入一点。但是很好，很好。谢谢老师。今天施曼姐在现场，其实我也想，有没有机会，就是说施曼姐能够重现一下当时那个小丁追了一条街表白抱 C 哥的那个场景。好啊。我没说话烦你呀。你能不能不要像个跟屁虫一样跟着我啊？走啊！不能，我怕你出事啊。我出什么事啊？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做事的。我不知道，反正看到你没事，我就不跟了。我说了，我不会出事的。你知道你很烦啊。是啊是啊，我很烦。但刚才在车上，我拉住你的手的时候，我不是想我3个妈妈，我在想你呀。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吗？我还有很多话没跟你说。更好的一个效果给观众，是不是因为欢喜哥坚持他有演出的部分呢？开玩笑，刚才你真的，你看回放你的眼神没有表情，就是很好。谢谢振宇哥。当你们行使红白卡权利的时候，这么难的戏一定有它的难度在。我也特别清楚自己在哪一点上面没有做好，没有做到。这位，确实你有些眼神严肃起来很帅，很有里面的深情的部分。我想你回去看一下刚才那个片段。那沈月值得鼓励你，整个造型啊，整个如果剪短一点的头发，我觉得你的脸型有很多可能性的，自信一点好吗？谢谢。我想给沈月能变化一张脸，真的很难得。继续努力一下吧。谢谢老师。我还是给同一个人吧，沈月白可。谢谢。其实我想说这个范世琦的优点，因为我知道他性格是什么，
他自信心太强，所以我觉得不发卡给你。好，谢谢儿子。听他说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把这打成白纸吧。你太不懂你自己了。没事，下一个再来。好的，谢谢红姐。因为这个戏是我演过的，所以其实我对这场戏非常的了解。刚才你们的表演实在是没达到，就好像我们以前那个感觉。但是我给你们白卡，我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努力，很大的进步空间。加油！白卡意味着不够优秀，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这个，但是很正常。我只是觉得我没有做到我的最好，然后就继续向前。而且你看，曼姐给了我一张白卡，有什么理由我不还她一个好的作品呢？白卡是鼓励卡嘛，我很感谢，就是大家都愿意鼓励我，我就觉得大家怎么都这么善良，真的很谢谢大家。